他并非天生贵胄，曾寄人篱下，甚至犯茶为生。他执掌一个新生而脆弱的王朝，时间仅有5年6个月。但正是后周世宗柴荣这惊鸿一瞥般的统治，如一颗划破乱世长夜的彗星，以燃烧生命的炽热强度，强行扭转了历史的航向。御驾亲征，以少胜多，他重塑了军队的脊梁，锐意改革，整顿吏治，复苏了经济的脉搏，建制南唐，3征而威服诸国，规划出统一的蓝图，北伐契丹，兵锋直指幽州，更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民族救疆之梦。当他最终在事业巅峰轰然倒下，留下的不仅是一个骤然静止的时代，更是一份几乎完备的帝国蓝图和一支精锐的军队。他的早逝是一个王朝的悲剧，却意外地为另一个更加长久的统一王朝铺平了道路。这位5代最杰出的英主，用流星般的生命轨迹，为我们演绎了一曲关于雄心、奋斗与命运无常的悲壮史诗，更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历史之问：倘若天甲7年，历史将会怎样？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公元921年的行州瑶山，故事将从那里开始。公元921年9月，柴荣出生于行州瑶山柴家庄。他的家族并非普通平民，柴荣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极有名望的富豪，使得柴荣得以在优渥的环境中度过童年。然而，正如那个动荡年代无数家族的命运一样，柴家也未能幸免于衰落的浪潮，家道中落迫使年少的柴荣不得不做出选择。他投奔了自己的一位姑母，而这位姑母当时已经嫁给了同乡的一位军官郭威。柴荣的姑母柴氏并非普通妇人，她原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嫔妃，庄宗驾崩后被遣返故里，途中偶遇尚未发迹的郭威，见其气度不凡，不顾家人反对，执意下嫁，并将全部资财资助郭威，是郭威崛起的重要助力。柴荣生性谨慎笃厚，聪慧而务实，他协助姑父郭威处理各种事务，很快就赢得了这位未来帝王的深深喜爱。更为关键的是，郭威与妻子柴氏当时膝下无子，于是他们将柴荣收为养子。此时的郭威家境并不富裕，为了资助家用，柴荣曾外出与叶都富商一同前往江陵等地贩卖茶货。这段经商经历虽然艰辛，却让柴荣受益匪浅。在往返各地的途中，他遍历山川，接触到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目睹了百姓生活的疾苦与社会的黑暗，这让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他利用经商之余刻苦学习，不仅练就了一身骑射绝技，还广泛涉猎书史典籍与黄老之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开阔了眼界与胸襟。这些经历塑造了柴荣务实、坚韧、体恤民情的性格，为他日后治理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及至成年，柴荣放弃了经商之路，毅然投身军旅，跟随郭威南征北战，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在军旅生活中，柴荣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同时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与政治远见，逐渐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为郭威麾下的得力干将。公元947年，后汉政权建立，郭威因辅佐后汉高祖刘知远有功，被授予枢密副使的要职，柴荣也随之被任命为左监门卫大将军，正式踏入仕途。公元950年，郭威升任邺都留守，柴荣被任命为天雄衙内指挥使，成为其在邺都的重要助手。然而，后汉隐帝刘承佑猜忌心极重，对郭威等功臣宿将深为忌惮，认为他们权势过大，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
同年冬天，后汉隐帝下令诛杀郭威和柴荣留居京都开封的全部亲属，并企图派人前往邺都刺杀郭威。血仇之下，郭威忍无可忍，以清君侧为名，率领大军杀向开封。在这危急关头，柴荣受命留守邺都，主持邺都的军政事务，稳定后方局势。他沉着冷静，调度有方，成功安抚了军民之心，为郭威的进军提供了坚实的后方保障。公元951年，郭威在开封称帝，建立后周，是为后周太祖。新朝复立，柴荣便以皇子的身份被派往澶州担任刺史、镇宁军节度使。在澶州任上，柴荣出自全面主政一方，他为政清肃，道不犯禁，以清廉高效的治理赢得了官吏的敬畏与百姓的爱戴。这段宝贵的地方执政经验，为他日后治理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公元953年，随着朝廷中阻碍他的权臣王俊被贬，柴荣被加封为晋王，并调入中央，担任开封府尹。这一职位是培养储君、熟悉国家中枢运作的关键岗位。仅仅1年后，公元954年正月，太祖郭威病重，弥留之际正式确立柴荣为继承人。同月17日，郭威驾崩，遵诏遗诏，柴荣在灵柩前即皇帝位，史称周世宗。这一年他33岁，一个充满生机与挑战的时代正等待着他去征服。柴荣登基之时，后周虽然建立不久，但面临的局势极为严峻。中原地区历经多年战乱，经济凋敝，民生困苦，而周边的割据政权虎视眈眈，北方的北汉与辽国结盟，时刻准备南下入侵，南方的南唐、后蜀等政权也各具实力，对后周构成了威胁。同时，后周内部也存在诸多问题，吏治腐败，军队战斗力低下，藩镇势力依然强大，中央集权受到挑战。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局面，柴荣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他即位之初便立下了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的宏伟壮志，决心通过改革弊政、整军经武、开疆拓土，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繁荣。柴荣登基不久，北汉主刘崇便得知郭威驾崩的消息，大喜过望，认为这是进攻后周的绝佳时机。刘崇亲自率领3万大军，同时遣使向辽国请求援兵。辽国派遣武定节度使正是令杨衮率领1万余名骑兵前往晋阳（今山西太原），与北汉军队会师。两国联军浩浩荡荡地向南进发，直逼潞州（今山西长治）。强敌压境，后周朝堂之上却议论纷纭。多数朝臣认为，刘崇自平阳之败后国力大损，未必敢御驾亲征，兼之国丧期间人心未稳，新军不宜轻动，只需遣一大将北上御敌便可。然而柴荣洞察秋毫，他力排众议，掷地有声地指出，刘崇信我大丧，轻朕年少心力，志在吞并，必自将来，朕不可不往。当德高望重的宰相冯道以唐太宗为例劝阻时，柴荣慨然回应，唐太宗平定天下，未尝不亲冒矢石，朕岂敢苟安？以我军锋之锐，破刘崇之如泰山压卵。最终在少数大臣的支持下，柴荣决意御驾亲征，亲提大军北上迎击。公元954年2月，柴荣率领后周军队抵达高平（今山西高平），与北汉、辽国联军展开了著名的高平之战。战端初开，后周右军主将樊爱能、何辉未处击溃，望风而逃，致使全军右翼动态，阵脚大乱，形势岌岌可危。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柴荣彰显出超凡的胆魄与统帅气概。他毫无惧色，亲率禁卫精锐跃马出阵，亲冒矢石直冲敌锋。天子挥盖屹立于最险之处，三军将士目睹此景，无不感愤，溃退之势顿时逆转。晋军猛将赵匡胤振臂高呼：“主威如此，吾属何得不死战？”与张永德各率精兵，身先士卒，向左翼猛攻。北汉军队的前锋指挥使张元辉是北汉的骁将，作战勇猛。在激战中，张元辉率领军队冲锋在前，不料战马倒地，被后周士兵斩杀。张元辉的战死让北汉军队士气大跌，军心涣散。此时南风大作，后周军队乘着顺风之势发起猛攻，北汉军队大败。刘崇亲自举起赤雉，试图收拢残兵，但溃兵如山倒，根本无法阻止。辽国将领杨衮畏惧后周军队的强大战斗力，又怨恨刘崇之前的傲慢言语，于是率领辽国军队全军而退，坐视北汉军队溃败。战至日暮，后周后军赶到，乘胜追击，北汉军再遭重创，溃至高平，尸横遍野，丢盔弃甲，不可胜数。高平之战的胜利不仅成功击退了北汉与辽国的联合入侵，粉碎了刘崇吞并中原的野心，稳固了后周的统治根基，更成为柴荣治国理政的重要转折点。战中，柴荣亲眼目睹了军队中骄兵悍将临阵脱逃的击毙，深刻认识到5代以来兵骄将惰、纪律松弛是王朝短命的根源，若不彻底整顿，后患无穷。这场血战让他坚定了改革军政的决心，为后续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与政治革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这位年轻的帝王在战火中树立了绝对的权威，开启了后周励精图治、一统寰宇的序幕。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与权威之下，高平之战胜利后，柴荣立刻展开军纪整肃，以军法不力、何以成事为由，将临阵脱逃的樊爱能、何辉等70余名将领全部斩首，震慑了全军。他同时重赏有功将士，赵匡胤因战功被提拔为殿前都虞候，其余奋勇作战的士兵均获晋升或赏赐，同时还对军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深刻认识到后周的宿卫之士长期以来被历代君主姑息纵容，缺乏严格的训练与选拔，导致军队中老弱病残居多，士兵骄横跋扈，不听指挥，战斗力低下，每逢大敌，不是逃跑就是投降，这也是之前多个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基于这一认识，柴荣下令对全国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整顿与选拔。他严格筛选进军，将精锐的士兵提拔到上军，淘汰老弱病残之人，同时颁布诏书，招募天下壮士，全部遣送到京城，命令赵匡胤挑选其中的优秀者组成殿前诸班、骑兵、步兵各军，也分别由将帅负责选拔。通过这次改革，后周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士兵个个精悍勇猛，纪律严明，成为一支近代无比的精锐之师，为后来后周的对外征伐提供了强大的军事保障。在整顿军队的同时，柴荣也大力推行政治改革。他深知吏治的清明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吏治。在政治上，他打破门第，破格任用贤能。他要求近臣撰写《为君难为臣不议论和评编册》，亲自阅览，集思广益，最终采纳了王溥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在经济上，他着力恢复凋敝的民生。公元955年，
他颁布了影响深远的灭佛诏令，针对当时寺院过度膨胀、占用大量劳动力和铜资源的状况，仅保留有皇帝敕额的寺院，其余无敕额寺院全部毁废，共废寺30336所，禁止民间私度僧尼，规定僧尼须经官府考试合格方可剃度，强制不合格僧尼还俗，共还俗僧尼61200人，同时收缴全国铜佛像、铜法器，熔铸为周元通宝，解决了当时货币短缺的问题。这一政策史称世宗毁佛，虽引发短期争议，但是大量土地回归农耕，劳动力重返生产，国家财税年收入较此前大幅增长。同时，他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疏浚汴河、黄河等水道，为后来北宋东京汴梁的繁荣奠定了交通基础。在法制上，他命人修订刑律，编成《大周刑统》，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典籍。该书以唐律书议为基础，删减了5代以来新增的苛酷条文，合并重复律目，共21卷，体例简明，量刑公允，明确法不阿贵，即使皇亲国戚犯法也一视同仁。其编纂体例被北宋宋刑统直接沿用，影响后世数百年。在内政根基初步稳固后，柴荣便按照先南后北的战略开始了统一战争。他的第一个目标是盘踞四川的后蜀。公元955年，他派遣大将项逊往景西征，意图收复被后蜀占领的四州。战争初期进展不顺，周军被阻于凤州，粮草不济，朝廷中罢兵的呼声很高。关键时刻，柴荣派遣自己信任的特使赵匡胤亲赴前线视察。赵匡胤回报认为定能取胜，柴荣于是力排众议，坚持作战。最终，周军于当年11月连克四州，将后蜀势力彻底赶出关中，稳固了西部边疆。西线战事甫定，柴荣便将战略重心转向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南唐。自公元956年至958年，柴荣先后3次御驾亲征。第一次亲征，他否决了主帅李谷过于持重的策略，改命李崇进为主将，自己与赵匡胤等将领主动出击，在正阳之战中大破南唐军，连取滁州、扬州等地。雨季来临后，他从容班师，同时做了一项富有远见的准备，在汴水之畔建造战舰，命俘虏的南唐水兵教导北方士卒水战，迅速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水军。公元957年，因南唐援军抵达，寿州战事焦灼，柴荣第2次南征。他亲临紫金山前线，指挥若定，大败南唐援军，歼敌4万，缴获无数。寿州守将在绝望中开城投降。公元958年初，柴荣发动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南征，周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连克多州。南唐水陆军一败涂地，其精锐损失殆尽。在绝对的优势面前，南唐元宗李璟不得不遣使求和，据皇帝号，只称江南国主，并割让长江以北的全部14州60县土地，每年向后周进贡。至此，淮南江北富庶之地尽归后周，南唐从此沦为附庸，再也无力与中原抗衡。柴荣的3征南唐，不仅开疆拓土，获得了巨大的战略缓冲区和财富来源，更一举震慑了南方诸国，为未来的北伐解除了后顾之忧。当他凯旋回师时，一个统一北方的终极目标已然清晰地呈现在这位雄主的心中。公元959年3月，在历经2年周密准备后，周世宗柴荣颁布了北伐契丹的诏书。此役的终极目标，
直指被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国已逾20载的燕云16州。这不仅是一场收复故土的军事行动，更是一场承载着中原市民重振华夏天威之志的壮举，亦是柴荣实现天下一统宏图中必须完成的最后一块拼图。此番北伐绝非一时兴起，早在平定淮南之后，柴荣便已着手布局。他派遣细作深入幽云地区，勘察山川险要，城防虚实。在后勤上，他诏令河北诸州大规模囤积粮秣，整修自沧州北上的官道，并精选边地善骑之士，编练精锐骑兵，专习北方野战之法。为确保后方无虞，他对承德、义乌等河北强镇加以抚慰，恩威并施。而此时的辽国正处辽穆宗耶律景统治之下，这位被称为睡王的君主酗酒失烈，怠于政事，致使辽廷内部纷争不断，边防军备松弛，守将斗志涣散。此消彼长之间，战机已然成熟。4月，柴荣亲统大军自沧州誓师北上，直趋辽境。战事的顺利程度超乎想象，辽国沿边州县守将慑于后周军威，又无朝廷强援，竟相继望风归降。周军兵不血刃，如入无人之境，在短短42日内连收3州17县，前锋斥后，已能望见幽州成蝶。这是自936年石敬瑭割地以来，中原王师首次重返这片沦陷的汉家故土，并且取得了近乎传奇的胜利。5月初2，柴荣在瓦桥关行宫大会诸将，置酒高会，酒意正浓，壮志凌霄。他手指地图上近在咫尺的幽州城，对群臣提出要乘此破竹之势，一举克服燕京，彻底扩清北疆。然而天意难测，也许是多年宵衣干事的辛劳，也许是连年四处征战的记号，就在这巅峰时刻，柴荣突然染病，病势汹汹。迫于无奈，他只得下达了那个极不情愿的班师诏令。临行前，他迅速作出部署，以瓦桥关为雄州，易京关为霸州，留兵戍守，将心腹疆土切实纳入版图。随即怀着壮志未酬的巨大遗憾，启程南返。回到东京开封后，柴荣的病情未见好转，反日益沉重。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强撑病体，为身后江山做最后布局，解除资深大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职务，改任战功赫赫、资历较浅且看似忠诚的赵匡胤接任这一禁军核心职务，同时册立年仅7岁的长子柴宗训为梁王，明确除位。公元959年6月19日，在位仅5年6个月的周世宗柴荣，在开封万岁殿溘然长逝，年仅39岁。他那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的宏伟蓝图，在即将展开最辉煌篇章的时刻戛然而止。这位5代乱世中最耀眼的英主，就像一位在马拉松赛道上即将冲线的巨人，却在终点前轰然倒下，将无尽的慨叹与未尽的基业一同留给了纷纭变幻的历史长河。柴荣的突然病逝，对于后周王朝和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留下的是一个疆域扩大、国力增强、军队精锐、充满希望的新兴王朝，但同时也留下了年仅7岁的幼主和一群位高权重的武将。他生前精心安排的人事布局，本意是为稳固少主江山，却未能预料到人性与权力的复杂。公元960年正月，距离柴荣去世仅半年，他一手提拔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就在北境谎报军情的烟雾中，与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
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北宋。柴荣倾注毕生心血开创的统一基业，最终由其部下完成。北宋在几乎全盘接收后周政治、军事、经济遗产的基础上，用了近20年时间，基本结束了5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纵观柴荣的一生，他以一种令人震撼的强度与效率，在历史的关键节点扮演了破局者与奠基人的双重角色。他的历史意义绝非仅在于其作为5代第一明君的武功与智计，更在于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强行扭转了自安史之乱后200年来中央权威持续衰落，华夏文明不断内耗下沉的历史惯性。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柴荣的结局完美契合了这一千古慨叹。那个在瓦桥关酒宴上手指幽州、意气风发的形象，与其后仓促南返、英年早逝的现实，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和想象空间的场景之一。这自然留下了一个巨大而沉重的历史如果。这个如果不仅是个人命运的遗憾，更关系到整个华夏文明体的未来走向。试想，倘若他多活10年乃至20年，以他已展现的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政治手腕、高超的军事机动作战能力，以及已步入正轨的强大国家机器，趁着辽穆宗时期辽国统治涣散的时间窗口，收复幽云16州的成功概率极高。若此战略目标实现，中原王朝将恢复自后晋以来丧失的北方战略屏障和养马地，其对北方游牧政权的战略态势将从被动防御转为更具弹性的攻防平衡。那么，后续的历史脉络可能截然不同。一个由柴荣完成统一的帝国，很可能更具外向性与进取性。北宋中叶以后，因战略空间被压缩而愈发强烈的积弱感，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强干弱治、重文抑武的极端国策，或许会有根本性的不同。柴荣的早逝无意中关闭了这种更具刚健色彩的文明发展路径的可能性，而历史则沿着另一条更注重内部精致化，却也代价巨大的道路前行。这使他的人生结局超越了个人悲剧，升华为一个关于文明路径选择与历史偶然性的永恒哲学命题。因此，评估柴荣的历史遗产，绝不能局限于后周王朝的短暂存在，而必须看到其遗产被转移和继承的独特方式。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在道德上是一次篡夺，但在历史实际效果上却近乎一次对柴荣政治遗产的和平接收与无缝衔接。这种继承是全方位的、根本性的。柴荣创建的殿前司精锐禁军体系，不仅是赵匡胤统一战争的利剑，其强干弱治的架构本身就是赵匡胤背9十兵权，彻底解决武将做大问题的基础前提。没有柴荣的军事集权改革，宋初的义武政策将是无本之木，从大周行统到宋行统，从中央官制到地方治理框架，北宋初年及5代之弊的诸多措施，实则是对柴荣改革成果的确认与完善。柴荣搭建了新政体的主梁，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被严格执行，疏浚后的汴河即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运网络成为北宋的经济生命线，甚至连北伐魏晋的遗憾和幽云故土的情结，也作为一份沉重的政治遗产传递给了北宋的统治者，深刻影响了其边防国策与民族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柴荣是北宋真正的未曾加冕的国父，他完成了最艰难的部分，在废墟上清理场地，绘制精确的蓝图，打下最坚固的地基，浇筑核心的承重结构。赵宋王朝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内部装修，并竖起了属于自己的旗帜，享受了长久的居留。
他的早逝使他个人的王朝如流星般短暂，但他所开创的制度、重塑的军队、规划的蓝图，却为另一个长寿的统一王朝提供了全部的基因与骨架。柴荣，这位出身并非顶级的豪杰，以其炽热如流星般的生命，在五代最深沉的黑夜中留下了最耀眼的一瞬。他的故事是一部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激烈碰撞的史诗。它证明了，在历史的某些转折点上，一个卓越个体的智慧、勇气与近乎燃烧的奉献，确实可以强行撬动时代的巨轮，为文明的复苏开辟道路。他的人格魅力与政治遗产，如同双螺旋结构般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他对后世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然而，他的结局也以一种悲怆的方式提醒我们，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个人生命的局限性。他点亮了通向统一的道路，却未能亲自走完；他铸造了强国的利器，却未能亲手使用。但这并未减弱他的光辉，反而使其遗产更具一种超越王朝的永恒性。他的事业并未因后周的灭亡而湮灭，而是像一颗投入历史深潭的巨石，其激起的涟漪，制度的、战略的、精神的持续荡漾，最终塑造了宋初的面貌，并深远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他不仅是结束五代乱世的关键人物，更是开启赵宋之时一位沉默而伟大的先驱。在他陨落之处，长夜的黑暗开始真正褪去，一个新时代的细微曙光已清晰可见。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